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承欢记姚志明永远不知，奶奶把兴安里给卖承欢是最厉害的谋算。在金钱与利益的诱惑面前，人的真实性格和道德品质往往会被毫无遮掩地展现出来。只有当陈淑贞将兴安里酒店群的管理权交付给麦承欢，姚志明才能真正感受到内心的满足与成全。麦承欢与姚志明的祖母已经辞世，这是一段既带着悲伤又夹杂着喜悦的复杂时光。非常遗憾的是，奶奶陈淑贞未能如愿穿上那件新旗袍，更未能按照约定与姚志明和麦家一家4口共同享受温馨的团圆饭。值得庆幸的是，陈淑贞老人优雅而安详地步入晚年，并平静地离世，未曾经历病痛的折磨。她以美丽而从容的姿态告别了这个世界，这无疑是一种难得的福祉。陈淑贞的人生旅程中充满了无数挑战与转变，但她始终以其独特的智慧驾驭着生活的起伏。陈淑贞坦言，在生命的暮年之际，她已无所憾事，早早录制了告别之作的视频，并对自己的遗产进行了明确的规划安排。故而，无人不称赞麦家意外获得了巨额资金。然而，姚志明的心情却十分低落，他并没有领悟到奶奶此举背后的深远用意，更未察觉到其中可能隐藏的另一种策略。刘婉玉所展现的权势面貌显得尤为荒诞，尽管母女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，她却依然未能朝着更为积极的方向迈出实质性的步伐。陈淑贞经过仔细斟酌与深思熟虑，决定将遗产精心划分为3个部分，每个部分都有其明确的受益者和分配依据。这样的决策充满了深思熟虑和讲究。在遗产分配上，刘婉玉被赋予了所有金银首饰的继承权，麦承欢则将成为所有存款以及兴安里酒店的合法继承人，而姚志明则被指定为花园洋房的继承者。刘婉玉热衷于追求财富与虚荣，始终怀揣着在亲戚邻里以及广场舞友中脱颖而出的强烈愿望。生活中的种种艰难，让我难以迎合虚荣之心，甚至时常遭遇他人的歧视与冷眼。这位老太太对人心的洞察可谓深邃，她赠予刘婉玉的那些首饰，不仅华丽非凡，更是让刘婉玉在人群中脱颖而出，风姿绰约，无人能及。麦来天向刘婉玉建议保持低调，尽量避免过分炫耀自己的财富。刘婉玉仍无法抑制内心的喜悦，逢人便骄傲地展示她的包包和首饰，认为这些物品极大地提升了她的个人品味和在社会上的地位，让她终于有了值得自豪的理由。老房子的拆迁时刻终于来临，周围的邻居们纷纷为拆迁补偿的数额以及安置房的安排而忧心忡忡。刘婉玉此次展现出了平和的态度，她积极地宣称对此事并不放在心上，因为她已经有了在市区购置房产的打算。由于上次未能分到自家的拆迁补偿款，刘婉玉心急如焚，万般无奈之下，她与辛佳丽共同商议，决定采取逼迫麦承欢结婚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。尽管辛家先前对麦家的态度极不友善，但他们现在主动示好，显然是出于对自身财产和利益的深思熟虑。刘婉玉作为聪明人，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刘婉玉过分沉迷于自己的虚荣和尊严，以至于她完全忽略了麦承欢的内心感受。对于女儿是否应该嫁给辛家亮，以及这样的婚姻能否带给她真正的幸福，她显得漠不关心。为了追求金钱和满足虚荣心，刘婉玉毫不掩饰地行事。她表面上声称是为了取悦麦承欢，但实际上这只是她为了掩盖真实动机的一种手段。实际上，她所做的事情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。她利用女儿的婚姻作为工具，试图借此获取更高的社会地位。
辛加深谙策划之道。同样的，刘婉玉也以功利为首要考量，一旦手中掌握了财富，她同样会毫不犹豫地将他人踩在脚下。刘婉玉已经成功跨越了阶级的鸿沟，从安徽的故乡远嫁至繁华的上海。然而，她的内心依旧怀揣着对更多美好事物的热切向往。尽管麦来天付出了努力，但他的能力终究有限，即便是进行拆迁工作，也未能使刘婉玉过上她所向往的奢华生活，这确实令人感到遗憾。于是，刘婉玉把全部的希望都放在了女儿的婚姻大事上。刘婉玉始终怀抱着一颗永不满足的心，她对物质和地位的追求永无止境。她总是渴望通过依赖他人的力量来攀登社会阶梯，希望借此实现自己成为富太太的憧憬与梦想。麦承欢与辛嘉亮的婚姻终未如愿以偿，刘婉玉原本对豪门生活的美好幻想也因此烟消云散。刘婉玉目睹麦承欢继承了奶奶的遗产和酒店，随后她再度踏上了追寻梦想的旅程，充满了新的希望和活力。刘婉玉不仅向往着过上奢华阔绰的太太生活，同时也对购买房产抱有热切的渴望。所以，刘婉玉并未将老太太留给她的珠宝首饰出售，而是转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麦承欢身上。麦来天对搬至市区的决定感到十分满意，他还考虑着将来是否有可能进一步搬迁至市郊。然而，刘婉玉却持有不同意见，她倾向于留在繁华的市中心，毕竟她的女儿手头宽裕，有足够的财力支撑这一选择。虽然麦承欢现在财富充裕，但这份财富来源于他奶奶的馈赠，这不仅仅是一笔金钱，更是奶奶对他深深的爱意和对他付出的一种回馈。麦承欢多年来的正直品格、善良心地以及孝顺行为，都是奶奶应得的，因为他一直以来都陪伴在奶奶身边，用爱温暖着她的生活。刘婉玉过去对老太太有过哪些付出呢？她当初拜访老太太时，内心是带着某种期望的，那就是希望老太太能够慷慨解囊，资助麦承欢的嫁妆。刘婉玉对于陈淑贞的财富一无所知，所以她从未有过任何谄媚讨好的行为。如果她早先明了这一切，那么这些年来她对待老太太的方式必定会截然不同。麦承欢完全有权将继承所得的财富分给他的父母和弟弟，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可以这么做。实际上，他作为这笔财产的合法所有者，拥有自由支配这笔资金的权利。虽然父母从未开口要求，但麦承欢总是主动承担起照顾他们的责任。毕竟他在职场摸爬滚打多年，一直是家庭经济的重要支柱，所以他更愿意将这笔资金更多地投入到家人的身上，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。刘婉玉的行为实在是令人不齿，其自私程度令人啧舌。她尚未有任何实际行动，便迫不及待地开始谋划与安排，其急切的心态表露无遗。尽管最终达成的结果是一致的，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刘婉玉是出于个人的自愿选择来提出此事的，而麦承欢则是主动且毫无怨言的奉献，这两者之间其实存在明显的区别。关于前者，它涉及了道德层面的胁迫，而针对后者，则展现出了孝顺的品质与成熟的特质。经过先前的订婚风波，刘婉玉仍未能明确自身的定位，她依旧未能清晰地界定个人与女儿之间的界限，深信女儿的事情便是自己必须操心的事物。在兴安里酒店尚未正式易主于麦承欢之前，刘婉玉便已经开始显露其傲慢之态，自诩如同尊贵的太后娘娘一般，在兴安里餐厅内肆意挑衅，甚至毫无顾忌地在宾客面前进行此类举动。这究竟是出于帮助麦承欢的目的，还是实际上在给他带来一系列的困扰呢？麦承欢答应帮助父母购置房产，这令刘婉玉欣喜万分。她每天都迫不及待地前往各处楼盘进行实地查看。
鉴于酒店管理的迫切资金需求，麦承欢不得不做出决策，将原本计划的购房事宜暂时搁置。对此，刘婉玉立即表达出了她的不满情绪，怨言连连。刘婉玉实在应该感到心满意足了，毕竟她拥有麦承欢这样出色的女儿。实事求是地说，这样的女儿足以让她倍感欣慰。令人惋惜的是，她既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过失，也未能接纳老太太的宽容之心与恳切建议，依然坚持干涉女儿的工作。尽管老太太的生活与麦承欢和刘婉玉相比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改善，但她的内心却仍未寻得真正的快乐。刘婉玉对于老太太和女儿的付出，既未心怀感激之情，也未有丝毫谢意流露，她仅仅是把这一切视作理所应当的事情。她依然坚持留在那座花园洋房中，理由是麦承欢已经为她支付了相应的租金，因此她并无搬离的意愿。她早已将老太太的善意抛到九霄云外，只一门心思地算计着自己那微不足道的小利益。刘婉玉对生活中的种种细节常怀挑剔和批评之情，似乎总难觅的感激之情。这种态度或许难以助她享受到生活的快乐与宁静。显然，由于房屋方面的难题，刘婉玉不得不继续应对这一棘手的情况。而姚志明拥有一个这样的丈母娘，对他来说无疑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。因此，陈淑贞并未将房子转交给麦家人。若是她真的这么做了，刘婉玉恐怕会变得更加目中无人，行事也会更加肆无忌惮。刘婉玉在商业经营方面毫无所知，因此她无法对陈淑贞所拥有的兴安里酒店施加任何形式的影响。姚志明在关爱方面有所欠缺，而麦承欢则面临机遇的匮乏。为了让姚志明得以圆满，唯有将兴安里的重任交付给麦承欢，方能真正实现他的心愿。为了给予姚志明一个温馨的居所，陈淑贞慷慨地将他的花园洋房赠予他，而将兴安里交付给麦承欢，不仅是对他未来的支持与鼓励，虽然这并非唯一的原因，但这份心意却是显而易见的。此次姚志明回国，主要是为了前往兴安里，他将会协助张总和张培生共同推进兴安里项目的圆满完成。为了表达感激之情，张培生承诺会全力协助他，使其能够尽快被调回总部，从而获得职位上的提升。姚志明和张培生两位皆是商界精英，他们皆将利益视作核心要务，怀揣着勃勃雄心，致力于在商业舞台上大展拳脚。与众人截然不同，张培生展现出了更为冷漠与无情的一面，心机之深沉令人啧舌。在他看来，陈淑贞只不过是一个年岁已高的老人，对于他的情感需求与身体健康状况，他并未给予丝毫的关心与关注。姚志明与陈淑贞之间流淌着一份深厚的亲情，这份感情牢不可破，充满着爱与关怀。起初，他之所以接近奶奶和麦承欢，纯粹是出于利用的心态。因为他在生活中从未感受到人性的温情，因此对于情感的认知和信任都是空白的。在麦承欢的积极影响和深刻感化下，姚志明内心深处那份善良的本性得以逐渐展露无遗。他洞悉了爱的本质，深刻认识到人情比任何物质利益都来得更为珍贵。因此，在面临兴安里与奶奶之间的选择时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，即使这意味着要放弃兴安里。尽管陈淑贞深知姚志明对兴安里抱有必胜之心，但这同时也成为了对他的一次严峻考验。最终未给予他的一个因素，源于我们不愿目睹他沦为仅擅长商业运作、缺乏温情与情感的人。虽然姚志明是陈淑贞的亲生孙子，但麦承欢与他并无直接的血缘纽带。然而，陈淑贞对他们二人并无偏袒之心，而是给予他们同等的关爱和疼爱。可能奶奶曾有意将兴安里留给姚志明。
经过张培生与陈淑贞就兴安里的经营和利益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后，陈淑贞的态度发生了转变。她逐渐意识到姚志明可能只是被他人利用的工具，因此她改变了原本的想法。兴安里作为陈淑贞的个人财产，她有意将其赠与自己最为珍视的亲人姚志明与麦承欢。姚志明曾透露，他计划在接管兴安里后，给予麦承欢重要的职责，二人将携手合作，共同管理。这恰恰符合了奶奶一直以来的期望。张培生的到来令陈淑贞警觉起来，她意识到，倘若将兴安里的管理权交付给姚志明，不仅麦承欢的才华难以得到充分的展现，而且姚志明本人也可能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。倘若姚志明成功接管了兴安里，那么这家企业势必将迎来一场深刻的人事变革，很可能导致原有的老员工失去了原本的工作稳定感与归属感。兴安里这片地方原本是陈淑贞的前夫所拥有，然而在他接手之际，过程并非一帆风顺。通过不懈的努力和辛勤的汗水，我们一路走来历经坎坷，终于走到了今天这一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的员工们也如同家人一般，与我们并肩作战，共同分享着成功与挫折。所以，对于金钱的诱惑，老太太已经不再动心，即便是再丰厚的利益，她也绝不愿为此做出任何交换。麦承欢无疑是传承使命的理想人选，因为他具备深厚的人情味和情怀，正是这些特质使得他能够胜任这一重要角色。经过多年的深入了解和细致观察，陈淑贞对麦承欢的为人和表现产生了深深的信任，并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。麦承欢本人曾多次明确表示，他对酒店行业怀有浓厚的兴趣与喜爱。在山中度假的那段时光，陈淑贞不仅享受了宁静的自然风光，还细心观察了麦承欢对酒店的管理手段和经营思路。他发现麦承欢的理念与自己的想法竟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，所以相较于让姚志明主导并与麦承欢协作，更明智的决策是让麦承欢担任主导角色，并与姚志明携手合作，以此达成双方共赢的局面，这无疑是一个更优质的选择。麦承欢具备着卓越的能力，然而却一直未能找到展现自我的舞台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陈淑贞决定把兴安里的重任托付给他，而非姚志明。这一决定所蕴含的意义尤为深远。除此之外，陈淑贞敏锐地捕捉到了姚志明对麦承欢的情愫，他深信两人终将携手共度未来。届时，兴安里也将成为姚志明的版图。虽然他们无法相伴相守，但兄妹之情仍旧牵绊着他们。兴安里与姚志明之间也保持着某种微妙的联系。倘若将此事交付给姚志明处理，那么他便有可能落入他人之手。为何陈淑贞在麦家急需援助的关键时刻，没有早点伸出援手提供资金支持呢？陈淑贞之所以表现得如此冷淡，并非她本身就是一个冷漠的人，而是因为她深信每个人都应具备自立的能力。他更倾向于传授给他人捕鱼的方法，而不是简单的直接给予他们鱼。这同样是陈淑贞始终坚守的信仰，并且完全是出于对他们的真诚关怀和善意。此外，鉴于麦来天的能力和刘婉玉的品性，他们实际上并无能力驾驭如此庞大的财富，若强行为之，只怕会自招祸端，自食其果。